相亲软件上匹配的高管男友带我投资了稳赚不赔的虚拟理财。我在他的软磨硬泡下，把100万块嫁妆钱全投了进去。不料第二天点开 APP， 上面却显示服务器无法连接。我一头雾水，以为是软件更新，赶紧发微信问我那个完美男友。可消息发出去，却弹出了刺眼的红色感叹号。眼瞅着平台跑路，我急忙跑到网络大队报案。可警察查完对方的 IP 后，严肃地告诉我，这是典型的交友诈骗。我懵了，我们明明连未来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，可无论我提供多少聊天记录，那个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公司同事知道后，到处造谣我想嫁富豪想疯了，老板也找理由辞退了我。最终我在重度抑郁中吞了1整瓶安眠药。我到死都在恨自己掏心掏肺换来的为什么是倾家荡产。再睁眼，我重生到了高管男友加我微信的那一刻。这次我要化身顶级海后，反向抽干这个骗子集团的血条。你好，我是婚恋平台推荐的优质会员周明远。上一世就是这条金鱼用每天的嘘寒问暖，用伪造的理财截图，一点点榨干了我所有的嫁妆。100万是我攒了10年的血汗钱。平台跑路那天，我疯狂去报警，却被告知这只是个连 IP 都在境外的杀猪盘。同时造谣我想嫁富豪，老板以此为由将我扫地出门。我到死都在恨，凭什么我掏心掏肺换来的是倾家荡产？深吸气，再缓缓吐出，重活于世，我不做待宰的羔羊。我点下通过，对面秒发消息。苏小姐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我看过你的资料，觉得我们很合适。我今年32岁，在投行做高管，平时工作比较忙，希望能找个安稳的女孩共度余生。熟悉的开场白，完美人设。上一世我诚惶诚恐回复了一大段自我介绍，这一次我连字都懒得打。打开相册，翻出前世替老板去拍卖会跑腿时偷拍的一张背影照。照片里穿着礼服的女人举着号牌，背景是古董花瓶。点击发送，紧接着配上一句话：忙着竞拍，闲聊勿扰。对面诡异的沉默了5分钟，我冷笑出声。对于这群躲在缅北园区里的吸血鬼来说，一直以为是小绵羊的猎物突然展现出惊人的财力，绝对比任何诱饵都管用。5分钟后，他的消息弹了出来。抱歉苏小姐，唐突了，原来你是圈内人。今天的苏富比春拍我也在关注，那尊名城画斗彩鸡缸杯确实值得入手，你眼光很好。懂行、深情、高智商，他在试探我的底细。我随手把手机扔在沙发上，整整2个小时，我没回他一条消息。手机屏幕亮了又灭，然后灭了又亮。苏小姐还在忙吗？竞拍结束了吧？有斩获吗？其实我平时也喜欢收藏一些字画，有机会可以交流一下。我端起一杯红酒，靠在阳台的躺椅上，终于回了一条语音，声音慵懒。刚办完前夫的遗产交接手续，累得很，那些破古董我看着就烦，随手拍着玩的。周先生，你如果只是想找个安稳女孩，那我们不合适。我刚离婚，手里闲钱太多，心里太空，只想要点刺激的。苏小姐真性情，其实安稳只是对外人的说辞，到了我们这个阶层，谁不渴望灵魂的共鸣和一点点刺激呢？他上钩了。接下来的3天，我对他若即若离，他发10条消息，我只回1条。他分享高端酒会照片，我直接甩一张私人游艇出海视频。他终于按捺不住，抛出了那个让我前世倾家荡产的诱饵。婉婉，我手里有个内部理财通道，原本是给几个大客户留的份额，我看你最近为了打理资金心烦，不如放进来试试水，保本保息，日化收益极高。紧接着一个链接发了过来，我点开那个粗制滥造却伪装的极好的 APP 界面，冷冷的勾起唇角。好啊，先玩玩。我二话不说，直接转了10万块进去。第二天一早 ，APP 账户里显示盈利5000，周明远发来一个得意的表情包。怎么样，婉婉，我没骗你吧？这只是小试牛刀，如果你把资金加大，收益绝对超出你的想象。我盯着那10万零5000的数字，眼神冰冷，点击提现，全部提现。2分钟后，银行短信提示10万零5000到账，我1秒都没犹豫，将这笔钱转到了我另一张安全的卡里。不仅要撩拨他，更要恶啄他，这场猎杀游戏才刚刚开始。中午12点，周明远的电话打了过来，我按下接听，顺手开了录音。婉婉，我看过资料了，完全没问题，你太厉害了，只要这5000万进来，我保证1个月内让他翻倍。他的声音亢奋，我靠在椅背上，声音却骤然冷了下来。明远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人傻钱多？对面一愣，婉婉，你这叫什么话？我怎么会这么想？我们圈子谈合作都要看实力。我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，语气傲慢且不容置疑。你想接盘我的5000万可以，但我凭什么相信你一个小小的投行高管有这个能力护住这笔钱？先往我的私户里打50万诚意保证金，这笔钱只放3天，3天后信托解冻，我连本带利还给你。电话那头瞬间没了声音，只剩下粗重的呼吸声。50万，
对诈骗园区来说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从来只有受害者给他们打钱，哪有骗子先给受害者打钱的道理？婉婉，这不合规矩啊！我的钱都在项目里压着，一时半会儿抽不出这么多现金。周明远开始结巴，试图用惯用的话术绕开。那就是没实力喽。我轻笑一声，语气里满是嘲讽。没实力就别学人家泡富婆。周先生再见。我果断挂断电话，打开微信，找到那条金鱼头像，点击加入黑名单，一气呵成。想吃5000万的肉，不掉点血怎么行？婉婉，你怎么把资金全撤出来了？周明远的语音弹了过来，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急躁。我把手机扔在茶几上，声音压低，带着几分醉意和委屈。10万块而已，赚个买包的钱都不够。明远，我今天心情很差，前夫家那些吸血鬼又来找我闹了。对面立刻安静了。过了半分钟，周明远的语音才再次传来。这一次，他的声音非常温柔。婉婉，别理那些人，你现在有我，信托基金数额很大嘛。如果你信得过我，我可以帮你做个全面的资产规划，保证让他们1分钱都拿不到。我冷笑一声，上钩了。下周就解冻了，5000万。我故意抽泣了一声。我一个女人拿着这么多钱，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明远，你那么懂投资，既然你这么懂，以后我连人带钱都交给你好不好？5000万，这个数字对于缅北的诈骗园区来说，绝对是一枚核弹。婉婉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打理好这笔钱。我们以后还要买属于我们的大房子，还要生2个可爱的孩子，这5000万就是我们未来的保障。他的声音都在发抖。为了让这5000万的饵足够逼真，我打开电脑。前世我做了8年的高级财务，对各种资产证明和验资报告的漏洞了如指掌。我花了一整夜的时间，利用海外注册的空壳公司，伪造了一整套天衣无缝的离岸信托基金解冻证明，以及我个人的海外私户流水。每一张截图，每一个公章都经得起推敲、打包、发送。明远，这是资金证明，下周3就能全部打进我的私户，到时候我就全转到你那个平台里。消息发出去后，对面陷入了长达2个小时的死寂。我甚至能猜到，周明远现在一定把这些资料交给了园区的技术主管，一群人正围着电脑核实真伪。拉黑周明远的第一天，我知道万里之外的缅北园区此刻绝对已经炸开了锅。骗子最怕什么？最怕煮熟的鸭子飞了，尤其是这只鸭子肚子里还装着5000万的真金白银。下班后，我打开另一个专门用来钓鱼的社交账号，发了一条精心编辑的动态，定位香港国际机场，配图是一张头等舱机票和2本护照的边角。这条动态发出去不到半小时，我的手机后台就开始疯狂提醒，有陌生 IP 在试图攻破我的社交账号防火墙。我冷笑着看着电脑屏幕上一串串跳动的代码，这是我花重金请红客圈大神朋友布置的陷阱。骗子集团为了验证我带资移民的真伪，必然会动用黑客手段查我的底细。屏幕上防御系统故意开了一道后门，我端起咖啡，静静看着进度条一点点被对方攻破。叮，炸官方账号发布了一条长视频。视频里我没有露脸，只播放了陈泽的诈骗话术、虚假人设截图、黑客攻击记录以及部分被骗受害者的求助录音。最后我清晰念出这个缅北新园区的分工、套路、头目信息。视频发布1小时，播放破1000万，冲上热搜第1。无数被骗家庭留言哭诉，网友纷纷爆网络大队陈泽疯狂发消息、打语音，语气从嚣张变成恐慌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把视频删了。我只回了一句，欠受害者的该还了。舆论发酵的同时，我把完整证据链提交给网警大队。李队长看到数据后，立刻上报启动跨国联合执法。3天后，官方发布通报，中缅警方联合行动，成功捣毁缅北特大电信诈骗新园区，抓获犯罪嫌疑人217名，冻结涉案资金上亿元。新闻画面里，戴着手铐的骗子被逐一押解，陈泽耷拉着脑袋，眼神绝望。我看着电视，平静地喝了一口茶。1次重生，2次反杀。红客朋友老 K 发来加密消息：婉姐，鱼进网了，他们看到了你伪造的离岸账户倒计时界面。我嘴角上扬，那个倒计时界面上赫然显示着一行烫金英文字母，距离5000万人民币解冻还剩最后48小时。如果逾期未绑定国内接收账户，资金将自动退回家族信托池，冻结5年。时间就是骗子的催命符，整整2天，我没有任何动作。这48小时对周明远和他背后的园区主管来说，绝对是架在火上烤的煎熬。手机猛地一震，一条银行短信弹了出来。XX 银行提示您尾号8848的账户于14:05分转入人民币50万元，当前余额。我盯着那串零，心跳陡然加快。50万，他们真的打钱了。在杀猪盘的历史上，这绝对是史无前例的奇迹。为了这5000万的大鱼，园区主管显然拍了板，逼着周明远自己垫资来套我的狼。老 K 发来语音：
婉姐，你这招太狠了！我反向追踪了他们的 IP， 这笔钱是从缅北一个地下钱庄转出来的。这小子80%是见了园区里的高息水钱，9出13归那种。要是这单黄了，他被活摘器官。我冷冷回复，他活该。我熟练地打开网银，没有一丝犹豫，直接将这50万原封不动地转入了辖区网络大队早就备好的反诈监控账户。按下确认键的那一刻，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上一世他们骗走我100万，这50万只是利息。我慢条斯理地打开微信，将那条金鱼从黑名单里拉了出来。刚一解除，几十条消息瞬间涌入。婉婉，钱打过去了。婉婉，你理我，我借了高利贷才凑齐的，你还在吗？倒计时快结束了。我按下语音键，声音发腻。亲爱的，你真棒，我就知道你是有实力的男人。钱我收到了，已经准备绑定你的平台账户了。对面秒回语音，周明远的声音激动的破音。太好了，婉婉，快绑定，把5000万转进来，我们马上就能财务自由了。我停顿了3秒，语气突然变得有些迟疑。不过，亲爱的，跨国大额转账出了一点小问题，明天可能需要你再帮个小忙。周明远的催促已经到了癫狂的地步。婉婉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你快说啊，我快急疯了。我坐在客厅里，把头发揉得凌乱不堪，眼眶憋得通红，然后猛地按下视频通话。接通的瞬间，周明远那张神情紧张、眼球布满血丝的脸出现在屏幕上，背景是一面白墙，但他急促的呼吸和闪躲的眼神彻底暴露了他的恐慌。婉婉，怎么了？你哭什么？我捂住脸，肩膀剧烈耸动，眼泪大颗大颗的砸在屏幕上。明远，完了，全完了。什么完了？你别吓我。他猛地凑近屏幕，几乎要把脸贴在镜头上。外汇管理局把这笔钱临时锁定了。我大喊了出来，说资金来源涉及海外信托，需要缴纳一笔200万的过桥税费才能全部解冻，否则5000万要被退回，连我自己都要被列入黑名单。200万？周明远失声尖叫。我上哪儿去弄200万啊？我的钱全压在理财和不动产里了，根本抽不出现金。明远，我太累了，这5000万我干脆不要了，就让它烂在账户里吧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周明远疯狂咆哮起来。5000万啊，那是我们未来的命，怎么能不要？他当然不能不要。那50万的高利贷，每天的利息都在增加。如果拿不下我这单，他会被园区主管剁成肉泥。可是我没钱啊，我真的没办法了，我哭得快要晕过去，直接挂断了视频。极限施压，这是杀猪盘最常用的套路。今天我原封不动的还给他。接下来的4个小时，周明远的电话快把我的手机打爆了。我不接，老 K 发来实时监控汇报。婉姐，对面内讧了，我截获了他们的内部通讯。这小子正在疯狂查主管名下其他受害者的资金盘。我冷笑，人在被逼上绝路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理智可言的。为了填补50万的窟窿，为了那虚无缥缈的5000万提成，周明远唯一的出路就是铤而走险，挪用公款。晚上8点，距离倒计时结束只剩最后4个小时。叮，又是一声清脆的短信提示音。XX 银行提示您尾号8848的账户于20点02分转入人民币200万元。200万，他真的做到了。我看着那一长串数字，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。上一世，我为了凑足100万给他，卖了父母留给我的老房子，借遍了所有的网贷。那种被抽干骨血的痛，他终于也尝到了。微信里，周明远发来大段大段的语音，声音十分嘶哑。婉婉，钱打过去了，我把命都压在你身上了，快交税费，把5000万转过来。婉婉，你回话啊，快操作啊！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暴富的未来。我平静地打开网银，一键转账，200万加上之前的50万，总计250万，全部流入安保大队布下的冻结池。这笔钱再也不可能回到那个罪恶的园区。我站起身，走到衣柜前，拿出那件衬衫，冰冷的布料贴在皮肤上。我拿起手机，对着镜子拍了一张面无表情的自拍，面有滤镜，面有伪装，只有一双充满仇恨与嘲弄的眼睛。点击发送，随后我按住语音键，用轻蔑的语气缓缓说道：周明远，杀猪盘好玩吗？自己借高利贷，还偷主管的公款，这滋味好受吗？你的250万我笑纳了，下辈子擦亮眼睛再出来骗人。语音发送完毕，我微笑着点击了拉黑。我合上手机。而此时此刻，万里之外的缅北园区正经历着一场惨绝人寰的风暴。电脑屏幕亮起，老 K 发来了一段模糊的监控视频。婉姐，干得漂亮！我黑进了他们办公区的摄像头，给你看场好戏。视频没有声音，但画面里的惨烈程度足以让人头皮发麻。周明远瘫坐在工位上，死死盯着手机屏幕，整个人瘫软无力。他疯狂地刷新 MC， 疯狂地拨打电话，但一切都是徒劳。突然，大门被一脚踹开，一个满脸横肉、脖子上纹着蝎子的男人带着几个持枪的打手冲了进来。那是园区的主管雷暴。
雷暴一把揪住周明远的头发，将他狠狠砸在键盘上。画面中，周明远被拖到空地上，电击棍、钢管、皮鞭落在他的身上，他痛苦地翻滚着，张大嘴巴惨叫，满脸都是血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是那个女人骗了我。周明远为了活命，指着电脑屏幕嘶吼：婉姐，注意了，他们急眼了，把园区里最顶尖的黑客团队全叫过来了，他们正在疯狂反查你的信息。我抿了一口红酒，让他们查。我之前伪造的富婆身份，本就是为了引他们入局的诱饵。监控画面里，黑客重重地敲下回车键，调出了一份真实的资料。素婉，女，28岁，某私企普通财务，父母双亡，单身，名下无房无车，银行卡余额不足1万。主管看着电脑屏幕，脸色从铁青变成猪肝色，最后彻底扭曲。雷暴猛地拔出腰间的配枪，顶在周明远的脑袋上。你被一个内地的穷光蛋给耍了，还倒贴了250万。周明远吓得尿了裤子，拼命磕头求饶。主管气得浑身发抖，一枪托砸晕了周明远。老 K 的语音传来，带着一丝紧张：婉姐，这帮人彻底疯了，主管觉得被你当猴耍是奇耻大辱，他在暗网下了悬赏令，要买你的命。我放下酒杯，好啊，我正愁他不来找我呢。猎手和猎物的身份早就互换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的手机收到了第一条死亡威胁，是一个虚拟号码发来的短信：苏婉，你以为你跑得掉？紧接着，一张血淋淋的死猫照片发了过来。我冷冷地看着照片，这点小把戏，比起上一世我经历的绝望，简直是小儿科。5分钟后，前同事群里突然炸开了锅，有人用匿名小号在群里疯狂发送照片，全都是合成的我的不雅照。苏婉借钱不还，出卖肉体。今天大瓜，公司女财务为傍大款不择手段，群里瞬间沸腾了。天哪，这是苏婉吗？平时看着挺老实的，怎么背地里这么乱？太恶心了吧，赶紧把她踢出去。老板甚至直接在群里艾特我：苏婉，你搞什么鬼？立刻来公司办离职，别败坏公司名声。上一世同样的网暴，同样的造谣，将我逼上了绝路。我躲在出租屋里瑟瑟发抖，但这一次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群里那些跳梁小丑的表演，内心毫无波澜。叮，一个陌生微信申请弹了出来，头像是一把带血的刀，验证消息写着：我是雷暴，250万连本带利吐出来，否则我让你全家死绝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狠狠掐了一把自己的大腿。我通过了好友申请，然后开启了表演。我颤抖着手，用语音发了一条带着哭腔的消息：别发了，求求你们别发了，我还钱，我把钱都还给你们，求你们放过我。对面立刻打来了一个语音电话，我等响了5声才接起，声音发抖：喂，臭婊子，敢黑老子的钱！雷暴音很暴力的声音从听筒里炸开：对不起，对不起大哥，我错了，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，钱我都一分没动，全在卡里。我哭得撕心裂肺，连连求饶：少废话，马上把钱转回来，少1分，老子找人把你轮了再卖到窑子里。我假装被吓破了胆，语无伦次的解释：大哥，我立刻转，可是因为数额太大，银行监测到近期有250万异常大额汇入，触发了风控，把我的卡冻结了，现在只能进不能出。你耍我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我认识一个做地下钱庄的朋友，他有一个特定的海外退款通道，可以直接绕过监管把钱洗出去。我把链接发给您，您那边只要用海外账户接收一下，钱马上就能到账。电话那头沉默了，我趁热打铁，哭着哀求：大哥，我地址都被你们查到了，我怎么敢骗您啊？我只想保命，求求您点开链接接收一下吧，我马上操作打款。潘澜终究战胜了理智，眼见真金白银要失而复得，雷暴的防备心大减。发过来，老子警告你，要是敢耍花样，你死定了。是，马上发。我挂断电话，擦干眼泪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打开老 K 发给我的那个伪装成退款通道的链接，点击发送。这个链接是我花了整整10万块，请老 K 专门为缅北园区定制的终极木马。只要点开，10秒内对方手机的所有权限、后台数据，甚至隐藏的加密账本都会被瞬间扒得底朝天。鱼儿终于要咬下这颗带毒的鱼饵了。链接发过去了，大哥，您点开后输入一个收款账号就行。我发完消息，静静的等待着。1分钟后，雷暴发来了一个视频通话邀请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调整好脸上惊恐的表情，按下了接听键。屏幕亮起，一间昏暗的办公室里，雷暴满脸横肉的坐在皮椅上，他手里把玩着一把手枪，脚下赫然踩着已经被打得不成人形的周明远。周明远满脸是血，一只眼睛肿起，看到我，喉咙里发出呵呵的怪声。臭婊子，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敢骗老子的下场。雷暴嚣张地将摄像头转了一圈，向我展示门外站着的几个持枪武装分子。钱呢？怎么操作？我浑身剧烈的发抖，双手抱在胸前，
结结巴巴的开口：“大哥，您先点开那个链接，会弹出一个接收码。”雷暴冷哼一声，拿起另一部工作手机，点开了我发过去的链接。点开了，然后呢？我死死盯着电脑屏幕，旁边老 K 的对话框正在疯狂跳动。木马植入成功，正在获取最高权限，防火墙已攻破。婉姐拿下了。看着老 K 发来的一行行绿色代码，我脸上的恐惧和颤抖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挺直了腰背，眼泪一收，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冰冷的嘲弄。屏幕那头的雷暴还在低头看着手机，等了几秒没反应，破口大骂：“怎么一直转圈？你是不是在耍老子？”他猛地抬起头，却对上了我似笑非笑的眼睛。你笑什么？雷暴愣住了，一种本能的危险感让他瞬间举起了枪对准屏幕。我笑你蠢啊，雷暴！我靠在椅背上，声音清冷而镇定，再也没有了刚才的软弱。你根本不知道，我之前收钱的那个账户早就在网警的监控之下了，那250万现在正安安稳稳地躺在国家的反诈冻结池里。雷暴的瞳孔骤然收缩，猛地站了起来。你找死！找死的是你！我敲了敲键盘，将老 K 刚刚截获的数据直接投屏到了视频通话的共享画面里。你刚才用工作手机点开的链接，感觉怎么样？雷暴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机，屏幕已经彻底黑屏，无论怎么按都没有任何反应。你干了什么？他终于慌了。没干什么，只是把你手机里隐藏的加密账本复制了一份而已。我看着屏幕上那些触目惊心的转账记录，一条条念了出来。3月5号，截留3号盘资金500万，转入私人离岸账户。4月12号，黑吃黑吞并隔壁园区2000万，做平账目。每念一条，雷暴的脸色就惨白一分。到最后，他已经浑身冷汗，连拿枪的手都在发抖。在缅北，黑吃黑是常态，但背叛大老板私吞公款，下场绝对极其悲惨。臭婊子，你快把数据删了，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。雷暴彻底崩溃了，对着屏幕疯狂咆哮。我微笑着看着他，晚了，雷暴。你什么意思？雷暴彻底失控。视频通话中，他身后的电脑大屏幕骤然亮起，那是老 K 通过木马直接夺取了他们办公区主机的控制权。大屏幕上清晰地投影出了那份足以让他死无全尸的加密账本，同时还附带了一封已经发送成功的邮件截图。收件人是将军，我刚才已经把这份账单打包发送给了你们园区真正的幕后大老板。我想他现在应该已经在调集武装力量来找你对战了吧？我杀了你！雷暴疯了一样对着屏幕连开2枪。我冷冷地打断他的无能狂怒，顺便说一句，你刚才点开链接的时候，不仅暴露了账本，还暴露了你现在的精确物理 IP。我将一张卫星定位图发到了公屏上，红色的坐标精准地锁定了他们所在的大楼。当地警方通过这个 IP 已经与军警联合，将你们全面包围了。你以为你在猎杀我？不，从你加我微信的那一刻起，你们就全在我的局里。雷暴彻底瘫软在椅子上，前有大老板的清算，后有联合军警的包围，他插翅难逃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最后一件小事。我看着屏幕里那个绝望的男人。你刚才点开链接的时候，我朋友顺手破解了你私人离岸账户的密钥。你这些年私吞的，准备用来养老的那8000万美金，10分钟前已经被我全清空了。我故意停顿了一下，看着他猛地抬起头，满脸不可置信的表情。全部作为涉案赃款，被转移到了国家反诈中心的海外冻结账户里。雷暴，倾家荡产的滋味，好受吗？不，雷暴发出了惨叫。那声音里充满了极度的绝望、不甘和悔恨。他拼命敲打着键盘，试图登录自己的海外账户挽救资金，但屏幕上除了大写的错误，什么都没有。就在这时，视频里传来了刺耳的防空警报声，紧接着是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的轰鸣。大老板的清算武装到了，硝烟弥漫中，几个全副武装的雇佣兵冲了进来。陷入绝境的雷暴彻底丧失了理智，他一把抓起地上还在苟延残喘的周明远，将他挡在自己身前做肉盾。你放开我！是你贪污，是你害死大家！这两个曾经狼狈为奸、联手榨干无数受害者血汗钱的恶鬼，在死亡面前彻底撕破了脸皮。通话中断，我静静地坐在电脑前，看着黑掉的屏幕，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。结束了，上一世的仇，这一世的怨，在这一刻彻底烟消云散。几天后，一则轰动全国的新闻登上了各大平台的热搜榜首。我坐在沙发上，静静地看着电视屏幕。新闻画面里，一架大型包机降落在国际机场，舱门打开，一排排戴着黑头套、双手反铐、脚戴镣铐的犯罪嫌疑人被全副武装的特警押解下机。镜头扫过其中一个走在最前面的身影，虽然戴着头套，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。另一个肩膀缠着厚厚绷带的是周明远。听说大老板的清算武装冲进去的时候，联合执法的特警也刚好破门而入。这俩人没死成，但在交火中被打成了重伤，随后被警方当场活捉。
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最严厉的制裁，以及漫长的铁窗生涯。苏小姐，感谢您的配合。辖区网警大队的李队长坐在我对面，将一份文件递给我。由于您在这起案件中作为特勤人员，全程与我们警方保持紧密配合，您诱骗过来的那250万，不仅成为了定罪的关键铁证，还顺藤摸瓜端掉了他们整个资金盘。李队长站起身，郑重地向我敬了个礼。那250万，我们已经按照流程全部返还给了其他倾家荡产的受害者。鉴于您的突出贡献，市局决定授予您见义勇为奖章。我连忙站起身还礼，双手接过那枚沉甸甸的奖章，金色的光芒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谢谢李队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送走李队长后，我打开手机，前同事群已经彻底安静了。老板因为涉嫌偷税漏税被警方带走调查，我没有回复任何一个人，直接点击了退群。烂人烂事不配再占用我的人生。至于老 K， 他因为协助警方攻破境外诈骗网络有功，被国家网络安全部门破格录用，如今已经成了体制内的正规军。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客厅里，暖洋洋的。我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。重活一世，我不仅挽救了自己，也拉回了无数个濒临破碎的家庭。这种感觉真好。跨国诈骗案尘埃落定，我站在熟悉的写字楼前，最后看了一眼那个困住我许久的财务办公室，指尖轻轻敲下辞职信的发送键，没有丝毫留恋。这份工作曾是旁人眼里安稳体面的选择，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那些密密麻麻的报表，压抑窒息的职场氛围，上一世被欺骗后遭受的流言与排挤，全都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，勒得我喘不过气。如今大仇得报，正义伸张，我再也不愿困在这方小小的格子间里，消耗自己的人生。辞职手续办得干净利落，走出大楼的那一刻，阳光落在肩头，我长长舒了一口气，前所未有的轻松。我曾亲手反杀过杀猪盘，将境外诈骗团伙连根拔起，这段经历被我整理分享在网络上后，迅速引来无数关注。私信里满是求助与倾诉，被掏空积蓄的家庭主妇，深陷情感骗局的大龄单身女性，被甜言蜜语迷惑险些上当的姑娘。他们的无助与恐惧，我比谁都懂。一个念头在心底愈发清晰，我要把我的反诈经验变成守护他们的铠甲。没有犹豫，我牵头组建了一支纯公益的反诈辅导团队。我给团队取名破晓，寓意撕破黑暗，刺破骗局，为每一个在情感与金钱陷阱里迷茫、恐惧、绝望的女性撕开一道光，迎来属于自己的新生。线上答疑、整理手册、录制科普视频，走进社区宣讲，日子忙碌却充实。每帮一个人识破套路，每拦下一笔即将转出的钱款，每听到一句谢谢你，我差点就上当了，我都真切感受到，这才是我活着的意义。转眼半年时光匆匆而过，市中心最大的礼堂内灯火璀璨，座无虚席，台下坐满了专程赶来的听众。这是破晓团队反诈巡回讲座的最后一场，也是收官之讲。我站在舞台中央，被一束耀眼的聚光灯稳稳笼罩，暖光包裹着我，也照亮了舞台背景上那2个醒目的大字破晓。望着台下一双双真诚而渴望的眼睛，我声音沉稳，清晰而有力，透过音响传遍礼堂的每一个角落。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，就是保护好你们的底气，你们的安全感，你们完完整整的人生。话音落下的瞬间，雷鸣般的掌声骤然爆发，热烈持久，席卷了整个大厅。所有人不约而同站起身，用力鼓掌，眼里闪着光，有人红了眼眶，有人用力挥手，有人不住点头。那掌声里有豁然开朗的释然，有发自内心的感激，更有重新握紧人生主动权的坚定。我站在聚光灯下，看着涌动的人群，看着破晓2字熠熠生辉，心底一片温热。黑暗中被撕破，黎明已然降临。做结束后，人群渐渐散去，一个穿着碎花裙、眼眶红肿的年轻女孩怯生生地走到我面前，拉住了我的衣角。苏姐，她一开口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怎么了？别哭，慢慢说。我递给她一张纸巾。我刚经历了一场情伤，前几天在相亲软件上认识了一个投行高管，他对我嘘寒问暖，还说要带我投资理财，规划我们的未来。女孩哽咽着开口。可是听完您的讲座，我好害怕。苏姐，如果以后有人对我这么好，我该怎么分辨他是不是骗子？我看着他那双充满迷茫和恐惧的眼睛，我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。他没说话，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。我转头看向窗外，路上没什么人，偶尔有风穿过巷子，叶子就沙沙的响。我回过头看着他，我跟你说几句实话。他抬起脸，眼睛红红的。真正的爱是踏踏实实的陪伴，是一起过日子，一起扛事情。他不会让你倾家荡产去帮他，更不会把你逼到借网贷、卖房子的份上。他张了张嘴，又闭上。你想想，我说，一个男人如果真的爱你，他会让你担这个风险吗？他会让你连最后的退路都没有吗？他摇摇头，眼泪又下来了。所以啊，我顿了一下，别信他嘴上说的那些，信什么？信行动。
他擦了擦眼睛，声音发颤。可我现在真的分不清了。他对我好的时候特别好，我一怀疑他，他就说我伤他的心。我到底该怎么办？我看着她，20出头的姑娘，瘦得跟纸片似的，眼睛里全是血丝。你要是实在分不清，我教你一个办法。她紧张地屏住呼吸。什么办法？我凑到她耳边，轻声说了一句话。她愣住了。过了好几秒，她眨眨眼，嘴角开始往上弯。噗！她叫了出来，眼泪还挂在脸上。苏姐，你这招也太损了。我也笑了。损不损不重要，管用就行。她想了想，又笑了。他要真有50万，还用得着让我借？对啊，我说你自己不都明白了吗？她点点头，拿纸巾把脸擦干净，站起来。谢谢你，苏姐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送她到门口。秋天的阳光照在她身上，她回头冲我挥挥手，然后快步走出了巷子。我看着她的背影，直到消失在拐角。巷子里安静下来，风把桂花香送过来，淡淡的。我低头摸了摸胸口的奖章，那是我上辈子拿的，这辈子也带着。铜质的表面被体温捂得温热。我想起自己上辈子的样子，也是20出头，也是被骗了精光，蹲在派出所门口哭。那时候觉得天都塌了，不知道往哪走。这辈子不一样了，我有了经验，有了判断力，也有了能力去拉别人一把。那个女孩走了，她会不会完全听进去，我不知道，但至少她走的时候是笑着的，眼里有光了，这就够了。微风又吹过来，桂花的香气浓了一些。我转身回了屋，把门带上。重活一回，救赎不是某个瞬间完成的事，它是一个又一个这样的下午，一个又一个需要拉一把的人。只要还能当到一个人，这趟重生就值了。女孩离开后，我刚收拾好讲座资料，手机便弹出一条陌生好友申请，头像是熟悉的精英商务风，验证信息写着：老师，我是刚才听你讲座的，想深入请教反诈知识。我指尖一顿，这语气，这人设包装，和当年周明远如出一辙。通过申请的瞬间，对方秒发消息：苏老师，我在金融行业工作，平时也关注反诈，没想到现实里这么多骗局，很佩服你做的事。标准的杀猪盘开场，先捧人设，再拉近距离，最后引向投资。我没有拆穿，只淡淡回复：谢谢，守住钱袋子就是最好的防护。当晚，老 K 发来加密消息：安姐，刚才加你的人 IP 在缅北新园区，和雷暴之前的团伙是分支，盯上你了，想复刻骗局，反咬你。我靠在沙发上轻笑，上一世是羔羊，这一世是猎手，他们送上门的猎物，我没理由不收。接下来3天，对方按部就班表演，分享高端办公环境，晒虚假理财收益，嘘寒问暖送关心，自称陈泽，也是投行高管。我全程冷淡回应，偶尔只回一个字，故意吊着他的耐心。第4天，陈泽终于按捺不住，抛出诱饵：婉婉，我有内部私募通道，保本高收益，我只带信任的人，你要不要试试？我盯着屏幕打字回复：我之前被骗子骗过，心里有阴影，除非你先证明诚意。陈泽立刻追问：怎么证明？我真心想帮你。我复制了当年的话，一字不差发过去：先往我卡里打50万诚意金，我信你，就跟你投。电话那头沉默了足足10分钟。老 K 同步监控：婉姐，他们内部吵翻了，说你是上次耍雷暴的人，想直接黑吃黑搞你。我勾起唇角：那就让他们来。陈泽很快回复，语气故作大方：50万而已，我相信你，现在就转。我立刻将钱转入警方反诈监控账户，同时给老 K 发指令，启动备用陷阱，他们敢黑我账号，就让他们把底裤都交出来。果然，转账刚完成，我的账号便遭遇密集黑客攻击。这是我和老 K 提前布下的双重陷阱。第一层，伪装成防御薄弱的账号，引诱对方入侵；第二层，入侵瞬间反向抓取对方设备信息、团伙通讯录、诈骗剧本、资金流向。不到半小时，老 K 发来满屏数据，婉姐成了。这个新园区有200多人，手里攥着300多个正在进行的杀猪盘，受害者遍布全国。我看着数据，眼神冰冷。这些人换了马甲，却改不了吃人的本性。我没有立刻报网络大队，而是先做了一件事。当晚，我用破晓我亲手端掉2个害人无数的诈骗窝点，救回了无数家庭。老 K 发来消息：婉姐，你现在是反诈界的传奇了。我笑了笑，回复：我只是不想再有人活成我上一世的样子。面对媒体的采访邀约，我全部拒绝。我不想当网红，只想安安静静做反诈。我把破晓反诈团队扩大，招募了更多有被骗经历、愿意帮助他人的志愿者。我们走进社区、校园、企业，免费开讲座、发手册，1对1答疑。曾经伤害我的谣言、诋毁、职场暴力早已烟消云散。那些曾经嘲笑我、孤立我的人，如今在新闻上看到我，只剩下羞愧。我偶尔会去墓地看看父母，轻声说：爸妈，我没有被打垮，
我还救了很多人。风轻轻吹过，像是他们的回应。一封特殊的来信寄到了反诈工作室。我拆开那封信，字迹工整，满是感激。写信的是一个年轻女孩，和我上一世一样，被杀猪盘骗光积蓄，差点轻生。她看到我的讲座和视频，鼓起勇气报警，不仅追回部分钱款，还走出了抑郁。信的最后一行写着：苏姐，谢谢你让我知道，就算跌入深渊，也能自己爬出来，活成光。我把信小心收好，看向工作室窗外。我的重生从复仇开始，以救赎结束。我拿起笔，在团队手册上写下一行字：天上不会掉馅饼，爱与安全从来都要自己守护。手机响起，是新的讲座邀约。我笑着接起：好，我们准时到。前路漫漫，反诈不止，我的故事还在继续。我刚结束一场社区反诈讲座，老 K 的加密电话就打了进来，语气异常凝重。婉姐，出事了！雷暴和周明远被抓前，偷偷把一部分境外残留资金盘交给了暗网里的幽灵接手。这人专门做杀猪盘善后，手上沾了几十条人命。我指尖一紧，幽灵的目标是我，不仅是你，还有我们破晓团队所有志愿者。他在暗网发了追杀令，出价1000万买你人头，还要毁掉整个反诈平台。手机屏幕同步弹出一条匿名短信，只有一张血淋淋的反诈标语被焚烧的图片，附带一句：敢断我财路，让你生不如死。我望着窗外渐暗的天色，唇角勾起冷峭的弧度。上一世我怕黑暗，这一世我就是照亮黑暗的光。恐吓事件爆发后，工作室人心惶惶。更诡异的是，我刚和警方商定的保护方案，半小时就被对方精准预判，连出行路线都被提前堵截。老 K 盯着后台数据，脸色铁青。婉姐，我们内部有内鬼，对方能实时拿到我们的所有计划。我迅速排查近期入职的志愿者，目光落在一个沉默寡言的男孩身上，林默。他半个月前以杀猪盘受害者身份加入，做事勤快，从不缺席，所有人都对他毫无防备。我不动声色，故意在他面前泄露假信息。今晚10点，我会独自去仓库转移反诈资料。深夜，林默果然偷偷摸出手机，用隐藏软件发送定位。屏幕亮起的瞬间，我站在他身后，声音冰冷：你不是受害者，你是幽灵派来的卧底。林默被控制后，吓得浑身发抖，当场交代：幽灵让我监视你，只要拿到你单独出行的证据，就派人过来灭口，事成之后给我100万。我看着他，淡淡开口：我可以不追究你，但你要帮我做一件事，给幽灵发消息，说我已经害怕跑路，愿意把之前追回的200万赃款退还，约他线下指定地点交易。林默不敢反抗，立刻照做。老 K 不解：姐，你真要冒险线下见面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我整理好录音设备与定位器，他想杀我，我想端掉他最后一个窝点，这很公平。深夜，废弃物流园雾气弥漫，一辆无牌黑色面包车缓缓驶入。我知道，真正的猎手终于要登场了。车门打开，一个戴着骷髅面具的男人走下来，身形高大，周身散发着戾气。苏婉，你倒是有胆子。幽灵的声音经过变声处理，沙哑刺耳。钱带来了，放了林默，从此两清。我故作镇定，手悄悄按在定位器上。幽灵冷笑：两清？你毁了我2个园区，杀了你，我才能向老板交代。他挥手，暗处冲出4个持刀打手。我早有准备，猛地按下警报器。刹那间，警笛声划破夜空，数十名特警从4面8方合围，强光手电照亮整个园区。幽灵脸色骤变，拔腿就跑，却被提前布下的路障绊倒，当场被按在地上。面具被扯下的那一刻，我愣住了，他竟是雷暴曾经的贴身保镖。幽灵落网后，警方顺着线索深挖，彻底铲除了盘踞在缅北边境、横跨3国的特大杀猪盘总集团，抓获核心头目17人，解救被困人员500余名，冻结涉案资金超10亿。表彰大会上，我站在领奖台中央，接过全国反诈先进个人的荣誉证书。台下，破晓团队的志愿者们举着标语，无数曾经的受害者含泪鼓掌。李队长拍着我的肩膀：苏婉，你用一己之力改写了无数人的命运。我望着台下一张张笑脸，轻声说：我不是英雄，我只是不想再有人经历我曾经的绝望。散会后，阳光铺满整条街道，手机弹出新消息，是全国各地的反诈讲座邀请，密密麻麻，络绎不绝。我笑着回复：全部安排，反诈不止，我们不退。表彰大会结束的那个傍晚，我没有立刻回工作室，而是独自去了江边。晚风卷着江水的湿气扑在脸上，我望着江面上来回穿梭的游船，忽然想起上一世吞药的那个夜晚。同样是江边，同样是夜色，那时的我只剩绝望，觉得全世界都抛弃了我。这时，身后传来轻轻的脚步声，一群穿着破晓反诈志愿服的年轻人，手里捧着小小的灯牌，安静地站在不远处，朝我挥手。是团队里的志愿者，还有几个曾经给我发私信的受害者。我知道这不是终点，
只要骗局还在，反诈就不会停。而我会带着这束微光一直走下去，直到黑暗彻底退去，直到每一个人都能安心拥抱真正的爱与生活。